神经质偷偷微笑，喜欢爱上坐云霄飞驰世界颠倒尖叫，绝望不了。也许爱情就没在它短暂的燃烧，何必刻意顺着天荒地老不重要，用感觉去体会这旅程每个心跳，起起伏伏深渊轨道，燃烧飞车的爱告诉了爱，享受过程不怕失败，紧紧把握现在，别专注在爱，任事停下来，燃烧飞车的爱，自己控制，360度的精彩，紧紧把握现在，别专注在爱，任事停下来。冯朝君，我就知道没人说人，你果然是朝君，很巧，我们又再见面了。对不起，你真的认错人了。等一下，你的眼神，你肩膀上的胎记，还有你吃巧克力时不经意的前手指头，这一切就证明了你是当年的朝君。瑞，怎么啦？没有发生什么事？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六，到底怎么一回事？她就是4年前打伤我的那个女人，真名叫冯朝君。六，对不起啊，六，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样的，都是那个 Ray 不好，胡说八道些什么？你不要理他，他就是这样的，把全天下女孩子当成他女朋友，你不要放在心上啊。4年前，你是不是也看过瑞发出去的那封 email？ 我看过，可是我全都忘了。那封 email 是我写的，所以我这一生都无法忘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你不要想那么多。你以为我不想吗？我很努力的要去忘掉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我逃到日本去，我甚至去整容、去整形。我以为已经找不到以前的影子，我以为已经没有人可以认出，结果还是被他认出来。命运为什么要这样的捉弄我？我不想见到他，可是他偏偏在我面前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的伤痛。知道你很难过、很痛苦，不过过去的事情我们是无法改变的。与其让自己这么痛苦下去，不如让自己活得更开心，向痛苦报复，向伤害你的人报复。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不会了解我当时所承受的痛苦。我失去了一切，我丧失了律师资格，我没有脸去见我的朋友。是他害我的，他害我失去所有的朋友，我甚至对爱情失去了信心。至少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啊。我不认识什么冯昭君，我只知道从始至终我认识的只是溜溜。更重要的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到现在，我都是那么的喜欢你。不管以前怎么样，我还是会坚持我的信念，一心一意去爱你。你不是跟 Max 问你演的吗？哎，对了，刚才新闻报道，现在的女性啊，一超过30岁都不想结婚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还有经济独立的女孩子更是觉得单身比结婚好宁可选择单身。哎呀，
实啊，妈也想通了，你有你的选择，妈也不反对你选择过单身生活。你3岁那年，你爸就走了，留下我们母女俩。你别看妈每天开开心心过日子啊，其实妈的日子也很难熬的。哎呀，妈是过来人，担心你年纪大的时候没有个伴。哎，现在年轻的女孩子啊，都很流行领养孩子，不然你也去领养一个好不好？我知道我很啰嗦，弄得你很烦。不过既然你不想结婚，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看妈每天在家多无聊啊，不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要是家里有个孩子的话，至少可以陪我吃吃饭、聊聊天呢。随便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既然不反对，那我就去打听咯。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我都说随便你，你喜欢就好。你今天怎么了？怪怪的。有些事情我想说的，我自然会说；我不想说的，你也别问那么多。那我先出去了。是我 ，Jonathan， 我会在下个星期回来，不要再拒绝见我，好吗？我真的很希望可以马上见到你，我真的好想念你。谢谢大家的捧场。今天晚上啊，大家什么烦恼都不用去想，大家想我就好了。把他们俩带回家去。Goodbye。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不戴眼呢？卡莲。卡莲娜，Gary想跟你做个访问。我没有什么好访问的。不会啊，他觉得你工作很有趣。对啊，你的工作挺有趣的。我们去找别人吧，我要去换衣服了。卡莲，我总觉得 Colin 不太喜欢我。你别理他，他就是这个样子，像个女人一样，小气的要命。说穿了，还不是因为喜欢我。Oh, I see。这已经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了，全世界都知道他喜欢我。那你呢？喜不喜欢他？我向来都不会喜欢主动追求我的男人。为什么？因为太没有挑战性了。再说，我跟 Colin 的感情太好了，就好像好姐妹一样。告诉你，他是我的马桶。马桶？我一有心事的时候，就会找他大吐口水，而他呢，就好像马桶一样，默默地承受所有的排泄物，一句怨言也没有。如果要你用一种东西来形容男人，你会选择什么？避孕药。为什么？不服用它就令人没有安全感，长期的服用它就会有副作用。好有意思。你时常都这么开心的吗？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过我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因为男人？因为家里的事，我爸把他外面的女人带回家来住，我妈不但没有把他赶出门，还帮他说话，这快气死我！我真的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平时对我是大吼大叫的，对他呢却是低声下气。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也不想去理。或者你应该尝试把自己抽离出来，站在局内和局外去看待问题，会有不一样的领悟。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西方女性比东方女性来的幸福，主要是因为在道德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异，还有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的态度也不一样。再加上西方的女性比较看得开，懂得主宰自己的生活，而东方的女性就比较保守，在遇到困境时会习惯性的听天由命，而忘命运。
是操控在自己的手里。我觉得你说话很有深度，你懂得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人生。不过对我来说有一点点深奥，我有一点点听不懂。不过跟你说话很开心。可能是因为我的生活经历有关吧，加上我时常都有机会出国，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这就是你选择当摄影记者的原因吗？我想看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再用镜头和文字把它们活生生的呈现出来。就像我当过3年的战地记者。哇，你好了不起哦！我去过Iraq and East Timor， 在战火中，人在拼命的逃亡，我却拼命的冲上战场；人在拼命的射导弹，我却拼命的拍摄，从来没有被炸死。你的人生经验太精彩了，我真佩服你。你还去过哪里啊？哦，我还去过 South America、North America， 还有又是你啊！真巧啊！看来你又有感情问题哦。我也是啊，我喜欢的女人又看上别的男人了，我没有机会了。我已经向我喜欢的女人表白了，她怎么说？她一句话都没说。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只要你坚持下去，不会放弃，终有一天你一定会打动到她的。你要我坚持到多久？等到人家结了婚、生了孩子，我才死心？别这样了，积极一点，至少你比我好啊。我喜欢的女人呢，已经当面拒绝了我很多次，可是我都还没有放弃啊。女人是不是这样难以捉摸的？我真的很想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有些时候啊，我觉得不要轻易掀开对方的底牌反而比较好，至少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去猜测对方的心。我的牌技很差，手气更差，即使我知道对方的底牌，我也是不会吃糊的。世事无绝对，人的运气啊会改变的，只要你愿意坚持下去，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一定会吃糊的。但愿如此吧。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我们两个大男人呐，一见面就唉声叹气的谈女人。从来没有想过会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说这么多话。你不觉得有时候跟陌生人比较容易开口吗？因为彼此都不认识，不用防备，也不用担心啊朋友会出卖。也许吧。知道为什么？一说出来，心情啊就畅快多了。你最喜欢吃的炒面？吃饱了。不是吧？我特地打包给你，你竟然不吃？哎，有东西吃啊！我还没吃早餐呢。那给你吃吧。不吃吗你？我吃过了。谢谢。Hello， 我是。什么？好，我现在就过去。怎么了？回来再说。你先帮我请半天的紧急假期，我办完事马上回来。妈，我都说总有一天会出事了，就是不听我的话。妈，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偷东西，而且偷来偷去都是那种1块钱、2块钱的东西，现在被抓到的会留案底的，你知道吗？妈，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要不是我来保释你，你现在还关在里面呢。你给我一点反应可不可以？现在家里已经够乱了，你还是这样。要是让狗知道，它不气死才怪啊！
现在难过又有什么用呢？好啦好啦，以后不要偷东西就是了。妈，我们回家吧。你真的是丢人现眼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我们再缺钱用，也不敢去偷东西，我们家的脸啊，都给你丢光了。妈一直以来都有这个问题，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妈的死活，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来骂她？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给我安静！该安静的人是你，我不懂你在骂妈。你是怎么教孩子的啊？这样跟我说话！你不要对妈大呼小叫的，我们这个家根本就不承认你。你给我闭嘴！干什么？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滚啊！给我滚！你真的太放肆了，你！淑英啊，你也太过分了！妈，过分的人是他们。自从他们住进这个家的一天，我们就没有一天是安宁的。好啦，就别再闹了，快向你爸和妈道歉。我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你为什么老是要帮他们说话？我真的快被你气死了！这房间是我买的啊，我要给谁住就给谁住，轮不到你来干涉我。这个房子现在是我出钱供的，我为什么没有资格说话？你既然有本事养女人，好啊，那这个家你来供啊，我不离了。好啦，不要吵了，我走就是了啦。阿娇啊，你别这样，不关你的事，你别生气。淑英啊，快向你二妈道歉，快点，快点去！去吧，去了啊！哎，淑英啊！ Sam， 怎么这么快回来？发生什么事了？解决了吗？你少啰嗦行不行啊？ Are you okay？ 不要拍，我心情不好。 我不可以再受这样的气了，我已经决定了。等我一找到地方，我就立刻搬出去。你太没有义气了，怎么可以半途退出，丢下我一个人孤身作战呢？不是说还要一起对付那个女人的吗？你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妈怎么办呢？那个女人还不趁机欺负妈？可是如果再不搬出去的话，我会发疯的。 找什么事？我可以在这儿待一会儿吗？我下午不理你，你会不会生气啊？你也别放在心上。对不起啊，我刚才是真的心情不好。发生了什么事？没关系。 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来吧。我不只有一个最差劲的父亲，还有一个有问题的母亲。我母亲向来都有偷窃的习惯，我们骂了她好几次，可是她还是这样。我今天早上才刚刚把她从警局保释出来。 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又不是没钱，而且偷来偷去都是那些不值钱的东西。
可以告诉我你的家庭状况吗？我母亲是个厕所管理员，父亲是开德式的，他有2头家，而且我妈还常常倒贴钱给我爸在外面养女人。我还有一个当警察的哥哥，还有一个不成才的弟弟。那你家人跟他的关系怎么样？我哥哥跟我弟弟都不关心他，连话都不多说几句。可是我妈最疼的还是他们2个。现在家里多了那些讨厌的人，她好像也没什么反应，还可以伺候他们呢。表面上她不反应，不代表她不介意啊。你母亲很可能是缺乏家人的关心，才会这样。是吗？我曾经看过类似这样的报道，有的人因为面对生活上的不如意而忧郁成症，才会成偷窃癖。你是说我母亲的情况很可能是一种病？那她为什么选择偷窃呢？可能是暂时的刺激吧。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引起家人的注意力。现在家里已经够乱了，你还是这样，要是让狗知道，它不气死才怪啊！天哪！我从来都没想到会是这样哎，我们还每次骂他、责备他。怎么那么久还没人听 ？Hello， 宏伟，我妈呢？她不在。她去哪里啊？我不知道。宏伟，谁打电话来啊？怎么了？我妈不知道去了哪里。下午她哭得很伤心，回家后又被我老爸骂，真不知道她会不会想不开。追了，去哪里？他没说，不知道。出去多久？不知道。姐啊，什么事那么大不了？我已经买了票要去看戏，你却紧紧张张的把我叫回来，真扫兴。妈真的不在家，我担心她想不开，出事了啦。她会有什么事？最多还不是偷东西被抓。不是，我下午在警局出来的时候，她情绪很反常，还在我面前哭。哎，不要想这么多了你。我要你现在陪我去找他，走。姐，我真的不要去啊！你自己不会去附近的商店去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得到的吗？妈，你也有份，难道你一点都不紧张吗？我不管，你要陪我一起去，走。你们女人就是这么麻烦的，走啊走啊。妈到底去了哪里？回来了，还好没事。姐，我都说了，你就是那么大惊小怪，都说没事，你就是不相信。啊，不管啊，你害我白白浪费一张戏票，我就算在你头上了。很久没有回军营受训，这条裤子几乎都不能穿了。好梅啊，你看这样会不会爆胎啊？我以前呢，这里有6粒肌肉，你看现在
都成了一团肥肉了。自从待在家里啊，这游泳圈都跑出来了。哎，你还记得吗？我们结婚以前啊，我穿的裤子是30号的，你看现在35号都挤不进去了。我看过些日子，36号都要派上用场了。阿梅，你现在有空哦？啊，我想交代你一些东西，免得明天我忘记。那，这是 Alan、Bonnie、Andrew 的饮食习惯，我已经清清楚楚地写下了。哦，对了，今天 Alan 他生病了，我带他去看医生，药呢他已经带回去了，明天他妈妈会带过来，你只要在午餐过后喂他吃药就行了。阿妹，你有听见我在说话哦 ？Alan 的发烧还有感冒还没有好，明天你要花点精神去看他，不要给他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哎呀，糟了，我今天带 Alan 去看医生，没有时间到巴莎去买菜，雪柜里的菜都用完了，所以拜托，明天你要到菜市场去走一趟了。那，这是一张食谱，我已经清楚地列明1个星期的午餐了。做法很简单，你只要按照我的话去做，准没错。那要买什么菜，买多少，还有价钱多少，我都清楚地列明了。最重要一点，你一定要跟他们讨价还价，能省1毛钱就是1毛钱哦。阿梅，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吗？找钱。等油滚了，放蒜头和菜。Alan、Andrew， 帮你吃饭呢，快点。OK， 谁是 Andrew？ 我。谁是 Alan？ 我。你们要不要吃饭呢？要。他是 Andrew， 他是 Alan。来，吃饭了。不好吃，我不要吃了，我不要，我也不要吃。可怜的小瓜，我也一样，一进到厨房就觉得很没用，什么都不会，连盐啊跟那个味精也分不出。我也是啊，我妈常常骂我说女人不懂得煮饭是嫁不出去的。这个年代会下厨的女人才奇怪，潇洒走出厨房才是现代女性应有的风范。我同意。所以选男人一定要选像 Chris 老公那类型的现代男人，传统女人该懂的东西他都懂。我比较贪心，他还必须要懂得浪漫。可是这种男人哪里找？所以我干脆不结婚。你是嘴硬罢了，我敢跟你打赌，你一定比我更早卖身。我才不要长期为男人提供免费服务。结婚对女人来说是一种损失，就好像一部车子只会一天天的贬值，吃亏的永远是女人。其实结婚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坏，结婚就好像做生意一样，看你懂不懂经营。我倒认为结婚像一场赌博，不到最后1分钟也无法知道是赢还是输。那你是不是怕输不起啊？我只是不想做一个愚蠢的赌徒。那就当个聪明的赌徒啊，趁自己还有几分姿色，身价还高，就敢敢的下注，把自己豁出去，免得到了40岁啊，被男人杀价。Chris， 你老公去 reserve 去多久啊？1个星期。那你怎么办？第一天你已经受不了了，还有1个星期你怎么过？那还不容易，打电话叫人家送快餐去家里啊。我这一生中最害怕的小孩子吵吵闹闹的，偏偏我家里照顾那3个又顽皮的要命，真是吃不消。
真不敢想象以后我有孩子会怎么样。你啊，真是善变！1分钟前说不要男人，1分钟后呢又说要跟男人传宗接代。是我妈要我领养孩子。干嘛要领养孩子啊？你又不是不会下蛋。是我妈要的，我都不喜欢小孩子。她以前不是时常催你交男朋友结婚的吗？我看她是对我失望了，所以叫我去领养孩子。那你倒不如自己生更好，有骨肉情，又是你家的后代，简直是 Mission Impossible。有那么难吗？要不然我帮你物色赞助人。好啊，那你就出让你的男朋友给我。只怕你看不上。再说啊，他们哪比得上你那个当律师的朋友，那个什么 Max 的？哎，老实说，他的品种不错，你应该找他帮你完成任务。是不是太熟？不好意思啊。大不了找他去捐精子，人工受孕不错的，只要挨几针受点苦就 OK 了。我跟你说这玩的啊，你当真啊？这种事我才不干。那你只好去领养喽。我反对，这样对那小孩子太不公平了。你们无法想象，江离那个小孩子的心里所承受的包袱有多大。没那么严重吧？很多事情你们没有亲自体验到，是不明白的。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大的感慨啊？因为我自己是养女，为了报恩，从小到大我都得听我妈的话，就算是心里再不愿意，包括嫁给你老公，我劝你还是要考虑清楚。哇，不便宜嘞！当然啦，名牌货嘛。质感是不错，果然是1分钱1分货。Chris 呢 ？Chris，你在发什么呆啊？我们还以为你去了哪里。看衣服啊。他一定是看了上班套装而触景伤情。他这么能干，再找工作应该不难吧？全新加坡的商家都知道他的事，你说呢？幸亏我没有 Chris 那么能干，所以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你这是幸灾乐祸啊！他已经够难受了，你还插他一刀。我又不是故意的。就要开会了，其他人呢 ？Happy birthday， 六六 ！Happy birthday to you。Stop！ 我最怕就是听生日歌的，那就吹蜡烛吧。哎，慢着 ，Alice， 为什么只有1根蜡烛呢？难怪你交不到女朋友啦！女人的年龄是秘密的，哪里可以公开啊？六，快点追吧。吃了蛋糕就要开始开会啦。OK， 开会。桌上的礼物是 Max 早上送来的，谢谢你。Hello, Max， 中午有空吗？谢谢你的礼物，不过我不能接受。为什么？不适合我。可以改到适合啊。有些东西不适合就不适合，不管你怎么改都不会适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真的很不甘心。其实这个戒指我已经买了很久，一直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把它交给你。我相信，当你收到这个戒指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我对你的心意。对不起。你知道吗？当你叫我冒充你的男朋友的时候，我开心的一整晚都睡不着觉。为了要接近你，我不介意去应酬你妈。就算我多么的讨厌打麻将，我都可以为了你去做这件事情。当我知道你心中有别的男人时，我很痛苦。可是，我都不死心。我恨我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早一点鼓起勇气向你表白？我选择以朋友的身份守在你身边，就是希望有一天你能发现我对你的感情。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Max， 不管将来怎么样，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回来的正好，我有事要出去，不能陪你过生日了。不是吧？有什么事情重要过我的生日啊？啊，我炒了寿面在微波炉里面，你自个吃啊。Happy birthday！ 不好意思，刚才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你自己练习吧。生日快乐！我特地从苏格兰带了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你以为跟我玩一次送花的把戏，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吗？难道我在你眼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无聊的把戏吗？不是吗？已经是第5个星期了，说不定多1个星期，你连我的名字也叫不出来。你说什么啊？我一下飞机就马上赶来找你了。对不起，等一下我还应酬，请你回去。六，当我第一天到苏格兰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每一天都在想你，我每一天都是靠着我们的回忆，痛苦的过日子。那天，当我知道你去日本的时候，我就飞车赶去机场了。可是车子在半路上抛锚，我到机场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你了。就算你赶去机场，也不可能改变什么的。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要一直耿耿于怀我对你的感情？我跟 Carol 一早已经是过去了，别再让已经不存在的感情来伤害我们的感情，好不好？我只知道。我不会允许自己再愚蠢下去，重复一样的痛苦和错误。别再说这种气话了，好不好？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的，要不然你不会那么在意我去了苏格兰。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希望你看清楚眼前的事实，我们之间已经成为过去了。你干什么？你放手！放开我！求求你，别再责我嘛，好吗？
走了，我太爱你了。我实在太爱你了。就到此为止了。我是不会放弃的。你已经得到我的肉体，你还想怎么样？我会用我一生一世的时间来爱你。我真的爱你。男人得到女人的身体之后，还有所谓的爱情吗？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还记得我在铁桥上对你说的话吗？我会一直等你，直到你改变主意，直到你喜欢我。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走，你现在就走。我是不会死心的，除非我死了。请你相信我，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感觉不到一丝的寒冷，呼吸就像那落叶如此无助无力，等待对你的爱冷却在这片
决定，我麻痹，喊起渗透身体，死了心，因为你从不把我。